卑职告辞。师座，第一个步骤顺利完成，下一个就该轮到邱胖子了。邱胖子和许团副同案同罪，罪不可赦。参谋长，到。我刚才对刘金彪说的这番话，是发自肺腑的。邱许二人虽然犯罪，但也未必牵连到刘金彪，搞得79旅官兵上上下下人人自危。而且，他主动交出辛怀喜发给他的电报，说明他同战区不可能再有联系。79旅的官兵，毕竟是和我们浴血奋战了6年的弟兄。师座的意思是，仍旧稳定刘金彪在79旅中的位置。稳住刘金彪是稳住79旅的关键。只要他严明军纪，处理了邱胖子，我们应当以大局为重。是，我会通知红英，密切关注事态发展。大岛阁下，这信是我表弟的手笔。这上面是我们的条件，能答应呢，咱们就往下谈。没什么可怀疑的，刘金彪是我老大，我们是生死之交。我军职副旅长，可以全权代表他。一个副旅长，军衔不低呀。这足以说明我表弟归顺皇军的诚意。上次赵先生白跑了一趟，这次亲自找上门来，怕是有什么掰不开的事情了吧？哎，我说黄先生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行吗？是，有掰不开的事儿，怎么了？要想在一起合作，你就给一明白话。如果不想在一起合作，哼，我还告诉你，我们就是当了土匪，也够你跟日本人搅一阵子的。什么日本人的啊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我这样怎么了？我这样怎么了？你这样像是归顺大日本皇军的吗？大佐阁下，这件事情可不能怠慢，我表弟刘旅长可还等着回信呢。诸位，大东亚共荣是件好事，也是件大事。为了表明我大日本皇军对刘旅长的重视，请邱副旅长随同我去衢城，面见古贺太郎司令官。哟西，你们的刘旅长真是中国人中的俊杰之人呐！哈哈哈，你们放心，重庆政府能够承诺刘旅长的，皇军也同样可以做出承诺。你们的部队归顺后，编制为黄学军第6师，由刘先生出任新6师师长。消灭松虎师，处死萧毅后，由刘师长统下应中。大太君，我看皇军中官做的越大，胸怀也越大度。我也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大太君，您可别小瞧这几张纸啊，它的分量可不轻啊。这上面记着萧毅在颍中的全部布防情况。哟西，你们已经是皇军的大的重臣了。哈哈哈哈！高家军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待我，颍中问题
就由你亲自拟定作战计划。日本人让我亲自率部去攻击萧绎，这当汉奸的事，我真是不愿意干呐。大哥，我已经把川儿留那当联络员了。日本人可能近期要对萧绎动手，大哥，也早点安排计划吧。自从三弟死了以后，我整天提心吊胆的，我就怕有一天被萧绎识破了，我们死的苦肉计。也许萧绎根本就不信。大哥，你管他信不信，反正咱们达到了缓兵之计的目的就行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日本人攻击萧绎，一定也同时攻击增援龙口的各个部队。你听好了，到时候你率领79旅的主力去配合日军，直接攻击龙口的指挥中心。我率领一部包围红营的独立大队。大哥，这么安排不妥吧？咋个不妥啊？你看，大哥，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龙口的萧绎。大哥要是不率79旅的主力去配合日军的话，怕说不过去呀。你少在那儿啰嗦，你给我留点脸嘛！老子还要曲线救国嘞，配合日本人我不去。萧绎部将刘金彪对大日本皇军的归顺，使我们彻底掌握了萧绎在营中的军事实力。为此，皇军将出动第13师团、第58师团和第44师团，兵分16路，定国军和皇协军出动兵力8万人，兵分7路，彻底扫荡淞沪市在营中的所有据点，重点主攻龙口。除此之外，大日本皇军空军还将出动80架次的作战飞机参战。下面就请皇军驻颍中集团军司令官高桥大佐陈述作战计划。嘿，队长，刘金彪所有的作战部队都集中在陶家场镇，时间是夜间，很隐蔽。继续监视刘金彪旅的动向。是。小张，到。迅速把信送到师部。是。站住！我是独立大队的，要去市里办事。吕作有令，今天任何人都不许出阵。好吧，我回局汇报情况。站住！你是独立大队的？是。给我拿下！是。干嘛呢你们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侦察兵报告，大批日军和皇协军正在向颍城周边集结，好像有军事行动。另外，除陶家场以外，其他几个辖区也送来了发现敌情的报告。陶家场为什么没有消息啊？我也在纳闷，红营最起码应该有个信儿过来。参谋长，到，迅速向各部队下达战斗命令，同时分别给刘金彪、红英传递命令，让他们火速封锁长江渡口。是。团长，到。师座，去趟英佐湖马占奎部，告诉他，龙口战役一旦打下，马上向我靠拢。是。回来。如果情况紧急，就不用回来。我还要给师座保驾呢。服从命令，回去。是。刘芊芊，到。黄文斌的178师联系上了吗？我们的电台无法同作战部队直接发生联系。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吗？这是在贻误战机。
青天，大哥，有些话不能当着沈晨说，是吧？是啊，我确定那天夜里偷偷进电讯室发电报的人就是他。有凭据吗？我重庆3科的好朋友跟我透露，军统局已经知道你处死秦淮喜的真正内情。果然是秦淮喜埋在我身边的顶子。沈晨的事谈完账再说，先说说黄文斌的情况。我已经搞到了黄文斌178师的电台户号，并且已经联络上了。黄师长说他请你放心，他离咱们也就200多里的路，一旦龙口告急，他马上支援。这就好。现在就剩下陶家厂没有消息了。大哥，你是在担心红英姐？你不担心吗？我当然担心了，但是我想红英姐足智多谋，遇到什么危险，她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放心吧。但愿如此。有戏，高将军，建议你对这次战役的杰出构想，我已请示南京驻屯军司令部，并获批准。除皇军协同作战部队外，主攻龙口由你亲自指挥。皇军的作战兵力为1个旅团。1个旅团？对。为了便于协同作战，你以大佐军衔代理指挥权。高桥，绝不辜负帝国厚望。有喜，这次别开生面伟大的战役，应该取个代号吧？高将军，你有何想法？风闻国民党高层有人称萧毅为双刃剑，也有人依据颍中的地理概念，称萧毅为中天玄剑。无论是褒是贬，总之是萧毅为一把剑。我要用我这把武士刀斩断萧毅的中天玄剑。所以这次战役的代号叫断剑。陶家场情况不明，刘金彪电台一直处于静默状态，红英也没有情报过来。我预感到红英会有麻烦。师座，我建议立即向陶家场派出一支小部队，看一下刘金彪的虚实。于是红英的一中队战斗力很强，没有战斗消息传回来，说明陶家场没有被毁的空间。可是如果龙口吃紧，我们的退路就成了大问题啊！我让柳青天直接联系黄文斌，我们必须固守龙口，等待黄文斌救援。10万人，对颍中地区实施了代号为“断剑”的战术扫荡，攻击重点是龙口。战役的目的是肃清颍中地区淞沪市的抵抗力量。胃口不小啊！颍南、湘北、临京各个部队的情况如何？尚未发现敌情。好，这对我们光复颍中是个大好机会。命令各个部队迅速向颍中集结。师座，
对齐老师长的骂名一直压着。这个机会，患难天意。在你们驻地的周围可都是我们79旅的人。刘旅长的意思很明白，是萧毅把弟兄们逼上了绝路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只要洪大队长不与我们刘旅长为敌，我们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。你们先撤围，否则我们不惜一战。那围肯定是要撤的，但要战役结束以后，否则的话，你洪大队长回援了龙口，我们怎么办？就凭你们，也想攻占龙口，消灭淞沪师？看来洪大队长还不太清楚颍中地面发生的情况吧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颍中现在所有的淞沪师部队都遭到了日军的攻击，重点就是龙口。洪大队长也带兵多年了，此战会是什么结果？我想你不会不清楚吧？谢谢你们刘旅长的好意，你先回去吧，给我们个考虑时间。鄙人相信洪大队长会有个明智的选择。告辞了。大家听出来没有？刚才那个人说漏嘴了。看来刘金彪是投降小鬼子了，而且会给小鬼子带路进攻龙口。他们现在围着我们不打，不是想放过我们，是想保存实力。队长，那也就是说，他们要先攻占龙口，之后对咱们合围。如果龙口被攻占，就等于淞沪师全军覆灭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突出去救援龙口。队长，你说吧，咱们怎么突围？如果白天突围呢，我们很容易吃亏。咱们的驻地呢，就在镇子边缘，墙外有几条干沟和庄稼地。我们留下一个班的人，虚张声势，迷惑刘金彪。中队主力呢，和我进行突围。只要进了庄稼地，他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还有，记住，晚上除了枪械弹药，其他东西一律不许带，动静越小越好。是。好，赶快准备吧。是。师座，鬼子的部队还在等驾，看来这回我拿下龙口，他们誓不罢休了。我们不能跟鬼子的钢铁兵消耗。参谋长到，传我命令，各部队交叉掩护，撤回阵地，天黑跟鬼子进行巷战，到时候就是我们大刀的天下了。师座，不好了，师座！刘金彪的79旅带着鬼子从咱们后边包围了镇子。你说什么？刘金彪他叛变了，他带领鬼子从水路两岸包围了镇子。识破他的阴谋。师座，请息怒，我们得赶快想对策。如此看来，又已经遇难了。芊芊，迅速联络胡文斌，让他的游骑把士尽快向龙口靠拢。是。
我是李九鼎。李参谋长吗？我现在跟皇军就站在你们的阵地上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请你转告萧毅，让他马上投降。什么？邱胖子，你这个卖国贼！混账王八蛋，你给我听着！我萧毅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也绝不投降。师座，马已经备好了，咱们突围吧！闭嘴！龙口还在战斗，黄卫兵的178师正在驰援龙口，再有延撤者，杀无赦！师座，鬼子已经打到大门口了。准备战斗，保护师座。是。看来情况不妙。老五，肖师长那边万分危急，命令部队就不要宿营了，全速前进，天亮以前必须到达龙口。是。师座，战区总司令几点？停止前进，原地待命。你没有翻译错电文吗？师座，千真万确，不会有错。师座。这不是见死不救吗？冯长官的意思何止于此？他是想让萧毅的淞沪师和日本人拼个两败俱伤，完了咱们再突然出击，这样就可以稳操胜券了。老师长和淞沪师的弟兄们可就全完了呀！也许冯长官就是这样。师座，出卖兄弟的命令咱不能下。老五，世事难料，你我现在都是党国军，军令如山，天要亡萧毅呀！
金彪出来见我。我们刘旅长另有公务，现在皇军大人要跟你说话。萧将军，你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了，不会再有任何一支抗日武装来援救你。我可以向将军庄重承诺，保障将军的生命安全，同时也给将军一个亲眼看见战争结局的机会。萧将军，如果你再负隅顽抗的话，你就烧死这里。我知道，萧将军属于冷漠著称，但眼看你心爱的女人在你面前被活活烧死，恐怕你不会无动于衷吧？等等，我有话和萧逸说。萧逸，为了抗战，我们在这里认识。今天还是为了抗战。我要你亲自为红英送行，萧逸，最后的时刻，千万不能留下遗憾。红英和你永别了。烧死他！萧逸，你记住，红英的生命就是营中边缘，都是抗战。
诸位，这次颍中大捷，国军各部进军神速，抓住了战机，歼灭日伪军13738名，生俘5000余名，光复了颍中的大片国土，并且正在向颍城攻击前进。从战略上，对衢城的西侧形成了包围的态势。但是，我们也付出了淞沪师覆灭的沉痛代价，付出了萧绎将军壮烈殉国的沉痛代价。诸位，萧绎将军在颍中抗战坚持了6年之久，不愧为我国军之精英，战区之骄傲，是值得我们在座的各位永远怀念的。至此，战区司令部特呈请重庆最高当局追封萧绎将军为国军2级陆军上将，授1级青天白日勋章。刘将军，你是何意？兄弟，不胜感慨。感慨文公能对萧绎不计旧细，以抗战为念，虚怀若谷，英明果断，大展了我国人国军之威风之气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赵德成，如果你还认我是你的表弟，你就跟我说实话，萧绎是不是没有死？如果没有死，你就把他交给我。刘师长，萧绎是皇军的俘虏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大佐阁下，你这个话说的没对哦。萧绎杀了我的拜把子兄弟邱胖子，这叫冤有头债有主，咋个能说跟我没得关系呢？啊？再说了，没得我部队的鼎力相助，你能灭了淞沪师啊？萧绎能成为你的俘虏啊？报告，刘金彪，你太放肆了！呸！姓黄的，你给我同为汉奸，你没得资格跟我这么说话。大佐阁下，我现在已经归顺了皇军，并立有战功，本师长提这么一点小要求，不算过分吧？啊？你交不交人给我痛快话？表弟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啥子这个样？杀了萧绎给邱胖子报仇？刘师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让你满意的。你们说话算不算数？啊？高家大佬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你千万别把事情闹大了。大佐阁下不必动怒，刘金彪所说的并非真心话。依我看，他是惧怕萧绎，萧绎不死，他刘金彪日后必不能活。可恼就恼在他刘金彪刚刚归顺皇军，建了寸尺之功，就敢居功自傲，要挟皇军。那他日后还不把皇军当成第2个萧绎？那我就如他所愿，让他押送萧绎去衢城。阁下的意思是让刘金彪借押解之机，在途中结果了萧绎？对，这样他们正好恩怨两消。说啥子？撤退？哎，表哥，这日本人答应我关到郢城，这不是耍我啊？表弟，你别急呀，这战局变化令人莫测，你的新六师啊，随即也得撤往衢城。咋个撤啊？哦，经老君山公路撤往衢西，最迟不能超过后天天亮，所有人马必须撤离。但是新六师在撤退中要执行皇军的一道命令。命令？啥子命令啊？把萧绎押往衢城。嘿，这个日本人真的是啊，他不怕我半道上把萧绎给宰了啊？
皇军说了，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。只要刘师长有这个胆量，表哥，这个日本人为啥子偏偏让我去押送萧绎啊？我也没太明白，好像就是姓黄的说的那个意思吧。不过你放心，萧绎就算是只虎，现在也变成了一只死虎了。哎，此话怎讲啊？萧绎从被俘以后，一直就深度昏迷，大概是日本人使用了化学武器的缘故。等到日本军医把他装进囚车，在途中，如果你真想下手，回到了衢城，就说他一直没醒过来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张书记，经多方侦查，日军确有将萧绎将军押解衢城。时间、路线，时间不详，但路线一定会走老君山这条路。我亲眼见到囚车了。这是我们营救萧绎的唯一机会，必须马上行动。可我们没有武装啊，押送的敌人一定不少。这个我有办法，利用萧绎被打散的旧部。这些人被打散以后都隐藏了，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？这个我来办。每个镇、每个村都有我亲手发展的引线，找到他们应该不难。好，时间紧迫，必须马上行动。是。好啊，都赶到一起了，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。什么他妈新六师，几个不经打的巧兵，干！师座，已经到老君山地段了。我在想啊，杀了萧绎，我咋个向日本人交代？赵参谋长不是说过了吗？中毒太深，醒不过来了吗？日本人就那么笨啊？那您的意思是不杀？不杀不行。萧绎不死，我早晚是他的刀下鬼。陈总，你看，来了。没响，靠近了再说。打！弟兄们，冲啊！师座呢？老马呀，我们全遭日本人给骗了。我们在日本人眼头就是一群瓜娃子。各位请看，这是营中参战部队中一个分队长献给我的战利品。我认为
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战利品。高将军，中国三国中有煮酒论英雄的典故，今天我就与高将军论英雄，如何？嗨，将军阁下且说，属下十分荣幸。高将军是我大日本帝国陆军中最杰出的年轻将领，也是这次颍中战役中直接指挥者和设计者。高桥将军与萧绎对峙了整整6个年头，我认为先由高桥将军对这位传奇式的中国将军做个评说，是理所当然的。高将军，请。作为对手，我们应该消灭他；但作为军人，我却佩服他。他在被他们那个重庆政府抛弃的困境下，在颍中坚持了6年的抵抗，这在日中交战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奇迹。所以，我希望把他看成英雄，征服英雄。方是真正的英雄。我们在军事上打败他，再从意志上征服他，将产生无可限量的影响。为此，我将向古贺司令官和华中占领军司令部申请保留萧绎的生命，让他苟且地活着，直到他在意志上屈从于大日本帝国，直到他亲眼看见大日本帝国彻底赢得这场对华战争的胜利。高将军，在那幅画上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将军阁下，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军人，或者说，一个真正的男人。可我看到的，却是一位抗战领袖，一位领袖的霸气。我相信，有我同感的人，何止千万。高将军，圣战局势甚好，但压力不容乐观。压力主要来自于帝国兵员的紧缺，又难以为之而后患。为此，要贯彻大本营以华制华、以战养战的方略，日渐紧迫和重要。北平有个王克明，南京有个汪精卫，我们衢城就要有个萧绎。请。老板，情形摸清楚了，进入医院的鬼子军官有高桥，可以断定师座一定在这所医院里。你找个身份做掩护，严密监视医院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是，去吧。目を覚ましたか。将軍閣下。彼が吸った毒ガスは新しく戦場に投入された神経性の毒ガスです。この種の化学兵器の使用目的は敵を消滅させることにあります。そのためこのガスを吸った者はほとんど生き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。あの中国軍人の中毒症状は重く、体もすでに弱ってます。
彼の命を救うためにあらゆる医療措置を施しました。もうこれ以上手の施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。もし目を覚まさなければ一生このままでしょう。将军阁下，军医先生，我不懂医，但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可否一试。葛将军，请说。这个办法很奇怪，但的确有效。当一个人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他最亲近的人也许能够唤醒他。葛将军继续说。这个人是现成的，在这次被俘的人员当中，有一个人很特殊，他和萧绎有多年的亲密关系。他叫柳芊芊。又见面了。他怎么样？你是说萧绎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还活着，但是你得帮助我，帮我们把他从深度昏迷中唤醒。从理论上讲，至亲的呼唤可以把濒临死亡的人唤醒。好，你现在就带我去。不要急，刘小姐。刘小姐，你是个美丽的中国女军人，在陆源的战场上，你的美丽和流利的日语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对你说的话不感兴趣。我还知道，你是萧绎看重和爱护的女人。她放我一条生路，我并不感激她。她留我一命，却让我永远失去了一个日本武士的尊严。我苟且活着，只是因为一个赌徒的心理。现在，我生服了萧绎，只能算作一半的胜算。你还想怎么样？对于军人来说，枪是保卫国家、维护尊严、保护女人的唯一手段。我缴了萧绎的枪，剩下的另一半就是要征服他的意志。我要在他看重和爱护的女人身上留下磨灭不去的印记。
大哥，我是芊芊呢，我来看你了，大哥。大哥，你醒醒啊，大哥！大哥，你醒醒啊，大哥！你怎么了，大哥？大哥，你醒醒啊，大哥！求求你了，你醒醒啊，大哥！大哥，你醒醒啊！大哥，你醒醒啊！大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这样单独在一起了。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知道你一定能听到我说话。我本来不想活到今天，不应该活到今天。因为你活着，我才活着。你是我所有的希望。如果你要是不在了，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到那个时候，芊芊能去依靠谁呢？大哥，你赶快醒过来吧！醒过来看我一眼，就一眼。看看高桥那个魔鬼在我身上都干了些什么。大哥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大哥，你看我又哭了。
知道你是最不喜欢胆怯的人，因为你是那么勇敢，那么坚强。你放心，我会像你一样坚强地活下去，等着你醒来的那一天，等着你替我报仇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苦难由我来承担。马格亚鲁，马格亚鲁！喂，我是高校大佐。大哥，你终于醒了，我真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枪，田姐，给我枪，给我跪着，枪。大哥，你冷静点儿。你现在是在医院，你受伤了，你需要恢复啊。哥，我求你，先别想这些。
彼はもう起きたか。病人の状態は絶望的です。鎮静剤をもう打ちました。特別な措置を取ってます。特別な措置？将軍閣下、この中国軍人の生命力は強く、あとは本人次第です。黄先生，你就不要进去了，我担心萧毅见到你会更加激动。はい。萧将军，颍中战役那已经是昨天的事了。我非常敬佩萧将军的胆略和威名。虽然我们做了多年的对手，但今天我却是以一个神交的老朋友来看望将军的。请萧将军接受一个老军人的诚意。萧将军是朋友，松绑。嗨，宝贝，我的手是用来复仇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萧将军，那就先请安心养伤。我相信我们帝国军医的高超医术，萧将军会很快康复的。至于其他问题，我希望我们留在日后再探讨。老朋友之间，萧将军还有什么要求？给我一个体面的死法。来，来包烟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小姐，你很爱他是吗？你是中国人？我是日本籍的中国人，我叫惠子。我们家族已经侨居日本很多代了，对后人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不可以忘记母语。小姐，你们的故事我已经听说了，医院里都知道来了一位很勇敢的中国将军，是您唤醒了他，这简直是太神奇了。我相信爱情的力量。您真的很让人羡慕，请接受我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。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师座知道，松武氏没有垮。松武氏的弟兄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汇聚到师座的身边。可师座被关在日本人的医院里，我们想什么办法才能同他联系上呢？各位长官，我倒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能不能试一试。说。据我这几天的观察，这所医院是日本人的军医院，上上下下全都是日本人，
除了黄基熙那帮汉奸特务可以进进出出，普通的中国人根本无法接近。可是有一个环节被我发现了，这所医院每隔几天要往外运死人，可是抬死人的人却是咱们中国人的苦力，穿着好衣。干得漂亮！看来师座没有白疼你。关键时刻你小子有用了，继续侦查，寻找机会。是。刘小姐，也许黄某的话有利于将军的康复，请坐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不以一时胜败论英雄。将军坚持颍中抗战6年，功绩国人共睹。可现在呢，也只是虎县平原。依鄙人之见，恢复我中华主权有多种途径，有正面抗击的，也有曲线救国的。将军颍中抗战，壮志未酬，未尝不能审时度势地换一种方式为国尽忠呢？譬如黄某，就一直追随汪先生，致力于将军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就没有为一同被俘的部下亲信们想想吗？譬如你的参谋长，你的小舅子，还有这位正值青春妙龄的柳小姐，他们的处境非常不妙，随时有可能因将军的态度被日本人处以死刑。让他们来见我。好，黄某会安排的。下来。请吧。李参谋长，仅此一次，时间不长，还是我竭力从皇军那儿争取来的。最起码，你们先让他停止绝食。如果你们再不跟日本人合作的话，你们都得死。当然，你们会走在他的前面。请吧。大哥，姐夫，师座，李某没想到，今生还能再见你一面。我没能保住宋护士，我答应过你们，等抗战胜利后，带弟兄们回老家。我没能做到。我明白，日本人为什么让你们来见我。我也知道，我让他们失望之后会发生什么。也好，还能让我再见上你们一面，说声对不起。师座，请你不要自责，你已经尽职了。宋护士的弟兄们，作为中国的抗日军人，也已经尽力了。师座，请你放心，宋护士在战场上没有孬种，
同样也不会有孬种。会见的时间到了。去吧，下辈子还给我当参谋长。好。师祖，请你多保重。九鼎我先走一步了。师座保重。你先出去，我想和我姐夫单独说几句。快点儿。姐夫，山娃的有件事儿。说吧。本来山娃的已经承诺严守这个秘密，可到现在还不说出来，实在憋得难受。我已经是共产党，是红印统一。好样的！可遗憾的是，还没有为他效力很久。我也遗憾。姐夫，你从小看着山娃的长大，山娃的自幼视你为英雄，从来不敢违背你的意志。可是今天，山娃子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姐夫，我觉得死不能代表一个军人的最高境界，军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应该坚持到底，让敌人死，让自己活着。战俘营里的许多中国军人都是靠着这种信念活着的。我想，如果红英姐还在的话，这也许也是她的愿望吧。铁血长河冷，萧萧金戈凉。剑为主鞘，真正向，丈夫执掌，气一方。我有千般爱，还洒在铁甲银血疆场上。我有千般情，侵蚀了咸水洪流，两茫茫。